收缩，保持，放松，收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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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松。舒适。我们又买新车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别看它一副平易近人、人畜无害的乖巧模样啊，这台车上市以后，小鹏汽车的交付量像是狼吞虎咽了一把回春丹一样，嗷嗷上升。上市48小时，大定3万辆，最近3个月每月销量1万多，下单订车等2月。车屁股长得像车头。说的都是他，小鹏 MONA M03，靠着它和 P7 加2个销量强心剂啊，让何总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，并且还在内部信里呼吁啊，离开我鹏的啊，差不多就回来吧，我鹏站起来了。这 M03 为啥这么火呢？要说靠便宜啊，那这个 G3 和 P5 当时也没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啊，和滴滴颇有渊源的 M03，却几乎是同价位低味最淡的车。你可以看看其他10万级别的纯电轿车啊，那基本上呢，不是正在前往目的地，就是正在前往乘客上车点的路上。马上出发。M03 呢，最起码现阶段还好，驾驶座的牛马味还没有那么重啊。要我说，这个价位的车呢，最值得长测。你想啊，它智驾水平也不错，电池也不小，续航也不低。此等水平的车啊，在别家可能都卖小20，小鹏这个售价原因何在？是真良心还是严控成本？经过里程和时间2个维度的考验之后，答案自然水落石出。所以说啊，我们想要解决问题的关键，重点呢还是解决关键的问题。我们本次刷卡消费的这台车是 M03 超长续航版，售价12万9800。再加上保险上牌啊，落地价13万6，现在这台车已经行驶完10万公里的1/10了。那这段里程里 ，M03 有没有暴露哪些短板呢？汇报正式开始。老规矩啊，趁着新车味儿最正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时间把 M03 送进了环境舱，看看它的车内空气质量。一共有国标和 ISO 2项测试。先来看国标啊，它模拟的呢就是车辆隔夜停放，第2天拉门上车时候，车内挥发有机化合物的含量状况。这项测试呢是有明确的推荐值标准的，也就是有明确的及格线的。这个 M03 吧啊有一项上折了，就像我们这些理工男啊，大学期末一般都折在高数上一样。国标测试中呢，和高数对应的那科就是乙醛含量。之前好多车呢也是折在了乙醛上 ，M03 呢也不例外。但是呢，和之前挂科那些车相比啊 ，M03 超出国标推荐值的幅度略大。从测试数据可以看出，它的乙醛析出量已经达到了0.0822毫克每立方米，在我们测试过的所有车型中排倒数。除了乙醛呢 ，M03 的其余各项数值倒是都在国标推荐值范围以内。再来看第2项 ISO 标准下的测试。上个测试呢，我们模拟的是车辆隔夜停放。这个测试呢，模拟的是高温暴晒以后车辆的空气质量。实测 M03 的高温 TVOC 达到了36.6588毫克每立方米。那在常温状态下呢，这个数值仅有8.9005毫克每立方米，差了4倍多。几项数据一排名啊，我估计大家呢也是心里有数了。暴晒或者长时间停放之后，远程启动空调的功能啊都利用起来。上车前先换气儿，没事呢多开开窗，也有利于车内物质的挥发。但究其根本啊，也还是材料工艺的原因。在此呢，也呼吁小鹏能够重视起车内空气质量，改善短板。说 M03 的驾驶啊，有一个绕不开的东西——扭力梁后悬架。这东西呢，看上去是真掉价，但是开起来还真挑不出啥大毛病。我之前做过一期 M03 和它的网约车朋友们的横评。麋鹿测试通过速度是75.7公里每小时，排第2，仅次于大厂丰田。那舒适度的环节呢，说实话也是针对扭力梁来的，结果呢也没拉开差距，仿佛就是毫无卖相的豆制品啊，做出了硬刚排骨的味道。我只能说是厨子厉害。不过1万公里开下来啊，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 bug。这第一个问题呢有点抽象啊，听我形容一下啊。
这台车在急加速的状态下，一旦车速超过100，同时出现路面沉降，车辆便会向右侧轻微跑偏，双手也可以明显感受到方向盘向右的一个力矩。3个触发条件啊，缺一不可：急加速、超100车速和路面沉降。体感呢，有点像大马力前驱车全油门起步时候的扭力转向，但是这台车在起步和路面平坦的时候啊，还不会出现这个毛病。另外，同事们之前测的别的 M03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啊，所以有可能这个 bug 是我们这台车的一个个例。第二个问题 ，M03的内饰，在阳光下，它的前风挡会非常反光，甚至已经一定程度影响到了驾驶员的视野。转弯的时候呢，左右侧 A 柱一旦出现横穿马路的行人或者是电动车，几乎是很难第一时间观察到的。第三个问题啊，坐姿 ，M03对高个呢不太友好啊，坐进车里以后呢，感觉前方部分视野会被遮阳板挡住啊，都像这么探着开啊，时间长了呢，整个人容易变得猥琐。鉴于这个世界上没有1.79米的 man 啊，所以身高超过1.78米的朋友就不太推荐了。另外，像有的车友反馈的无线充电速度太慢，玻璃顶夏天晒脑袋等等问题，我们也都记小本本上了，在之后的长测里我们会持续关注。M03的首保是5000公里啊，过了首保之后，每2万公里保养一次。首保呢是免费的啊，主要就是全车检查为主啊，包括外观漆面、轮胎使用情况、刹车盘片磨损、底盘和车机等等，用时呢1个半小时左右。在车辆行驶到9574公里的时候啊，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。从画面里能看到啊 ，M03方向盘下方的空调出风口管路啊折了。你说这好端端的咋能断了呢？啊，这杰瑞也刻不动这玩意儿啊。思来想去呢，也就一个可能了，应该是驾驶员踩制动踏板的时候啊，一个不小心把这个管路给踩折了。也是离谱啊！你们说这是脚的问题还是管子的问题？这台车在同阵营的车里算是省电的角色啊。目前行驶完1万公里，全程充电量是1779.2度，充电总金额是2572块6毛8。那计算下来呢，平均的电耗是17.8度每100公里，每公里电费是2毛6。当然啊，我们这是全程快充装的费用啊，如果您是自己的装，肯定还要便宜不少。对比一下老大哥 P5 的电耗，10万公里跑下来的平均电耗是18.79度每100公里。那 M03能不能比 P5 省电呢？目前来看啊，有戏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另外，我们分3个阶段记录了 M03的电耗。新车从0公里到3000公里对应的时间呢是24年的11月份啊，还不算很冷。室外的气温基本是10到13摄氏度左右，平均电耗是16.12度每100公里。然后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啊，3000到6000公里的时候，平均电耗已经升高到了17.37度每100公里，6000到1万公里就已经是12月的中旬了，室外温度来到了0度上下，平均电耗也飙升到了19.2度每100公里。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，电耗的峰值会去到多少？那么下一期更新再向兄弟们汇报。这台12万9800的 M03 超长续航版，前轴有一颗单电机，最大功率160千瓦，最大扭矩250牛米。电池容量呢是62.2度，来自福迪的磷酸铁锂电池。实测加速当天啊，北京室外温度呢是0上3摄氏度。新车在接近满电状态下，最快0百加速时间呢是7.77秒，相比官标7.4秒的数值呢还是有差距的。有可能呢是因为磷酸铁锂电池啊，相比3元锂呢对低温更加敏感，影响了放电的功率。等天气回暖之后，我们再崩几脚就知道是咋回事了。100公里每小时刹停啊，10次全地制动中 ，M03 新车状态下最短的制动距离是38.31米，最长制动距离是40.33米，10次平均制动成绩呢是39.2米。这个成绩呢和优秀呢有点距离啊，准确的说是相当一般。满载制动测试的成绩呢也给大家打在公屏上了。最短、最长以及平均制动距离呢，都要比空载时候更短。不过2项测试里呢，它的刹车倒是都没有出现热衰减的情况。那接下来呢，就看看做工了啊。
说实话，小鹏的车很难和精致俩字挂上钩。这个车身覆盖件间隙面差的测试环节，就是看看车身上这些缝隙呢匀不匀称。我们测量了 M03 车身左右对称的20个缝隙点之后啊，这个得到新车状态下左右缝隙平均差值是0.399毫米。再一次呢无缘精致。拉出我们长测第2季和第3季测试的所有新能源车型啊，这个成绩呢也就算是一个普通水平。一般来说啊，这个数字越小，代表这台车车身左面的缝隙和右面的缝隙大小越接近；这个数字越大呢，夸张一点啊，就有可能出现车身一侧缝挺宽，另一侧缝又贼窄的情况。总之 ，M03 的外饰件装配工艺和品控水平方面还是有待提高。最后呢，来看看 M03 车内静谧性的表现。我们在车速50、80和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进行巡航，测量到 M03 车内噪音值分别是55.5分贝、61.2分贝和66.9分贝。对比老大哥 P5 啊 ，M03 在车内静谧性方面并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。那从这一次汇报的几项测试成绩能看得出来啊，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成本学奇迹，1分钱1分货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从销量来看啊，这无疑是一款非常成功的产品，能突破比亚迪、广汽这种老牌车企固若金汤的防线，成为纯电紧凑级轿车的销量老大。必须承认，它确实是有点东西。但是呢，它在车内空气质量、外饰件装配工艺上暴露的瑕疵呢，我们也不能忽略。那效仿成功啊，不是直接将 Model 3名字中的几个字母直接拼过来这么简单的，在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，持续优化、改进、打磨产品，在具备销量的同时啊，把品牌价值和用户口碑同时攥住，这样才能在这个级别站稳脚跟。小鹏梦的 M03 下一期再跟各位见面，就是10万公里的节点了。在剩下的9万公里里，它是平稳降落还是跌宕起伏呢？咱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觉得对您的选车、用车有所帮助啊，您的一键3连就是给我们的最大鼓励。我是大图，真10万公里长测的更多车型，咱们不见不散。